那边，不过应该被他跑掉了。我去追。县主，有发现。 原来如此，最简单也是最不会留下痕迹的方式，就是利用月光。假象凌乱，唯独这面墙没有堆放东西。那人是利用铜镜的角度，将月光投射在北侧这面围墙之上。这就是枭雄想要验证之事。试试看。 影子太模糊了，屋内光线太暗了，会不会是月亮移动，铜镜反射不到足够的光亮？距离刚才不过约1刻，空中无云，亮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 这里少了一个东西。太日诀常利用小孔观测日食，当然想让日影清晰明亮，却有此物聚光。此人心思缜密，方才事发突然，才让我们发现破绽。再试试。太史城，刚刚那些鬼影是你们弄出来的？那人用打磨过的珠片聚光，用刃线绑上这些纸片，像操控皮一样变换所谓鬼影的形状，再通过控制远近，让影子变大变小。不光是用鬼影作怪，还故意让方生吃下胀肚的食物，费这么大劲，不图财也不害命，只是为了吓唬人。是啊。 既然都扮鬼了，只是捉弄几个倒霉的宫女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害人呢？二位毕竟是内野局的，这么说多少有些不合适吧？不光利用铜镜，还打磨珠片，如此狡猾又缜密，今夜让他逃了，之后上哪儿找呢？太史城会让那人告诉我们的。 我还以为把香灰撒在这些角落，是因为这里背光聚阴，给那2名工人些安慰。没想到太史城另有用意。步伐轻盈，步幅较大，是县主追逐时的脚印。这2枚脚印，右侧着力更多，是五人娘子的。我都不认得自己的脚印。 因为你的手扶着右侧的肩膀，重心便偏右。这。
这鞋底的花纹不是棉布或皮革，是麻绳。这样的鞋，即便穿着紧袜也会磨脚，宫中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是不会穿的。这般大小，应该是与顾司职差不多身量，但刚刚与我交手的时候，这人和我差不多啊。谁像你这么乱，地面也高低不平，这么比不准确。身材矮小又有这样的大脚，那多半应该是个男子。对方的确力气很大，我与他僵持之时费了不少力。不对，听声音分明是个女子啊。善口技之人，无论是女子吟唱还是婴儿啼哭，都能模仿得栩栩如生，所以，她可能也并非女子。二位说的都有道理。都有道理，那这人既男又女。看这，足脊边缘并不完整，多为虚边，前肩虚边更为明显，后侧还有擦痕。小脚穿大鞋，虽然我并未看清对方身形，但根据鞋印，那人身高不会超过57寸，对方应该是位高大的女子，或者瘦小的男子。左脚比右脚足隐身，那人走路时会习惯性偏左。唉，绕了一圈，是男是女都不知道。那接下来咱们等着，明晚继续。今日已经打草惊蛇，即便他想故技重施，也要等下个月了。下个月？下弦月之后就不会这么亮了。这还怎么查呀？去查查牵引剪纸的线。这线表面光滑，容易脱手，比寻常丝线要粗一些，而且有韧性，很难被扯断。哦，看仔细了，不然一会儿这痕迹就要消退。这把软弦像是从未用过。大概是吧。娘子的衣服和用物在丧礼之后都烧了，这些东西是她生前喜爱的宝贵之物。娘子双亲已经离世，据说有个表亲在湖州做生意，还没来到西京，所以这些遗物都还留在宫里。王才女是什么时候册封的？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小半年之前。半年前，宁远公主刚薨逝不久，贤主无心顾及其他。娘子身前可有身孕？没有。这是娘子最宝贝的妆奁，每次打开都不让我们在身边，里面的东西能摆弄好久，又哭又笑的。如此严丝合缝，一是利用了榫卯机关，只是不知规律。若莽撞用力，怕是会将这妆奁毁掉。我试试。小兄看出技巧了。这些看似花蕊的圆片连接在一起，组成了衣袖。只是有几个新的位置不对，按照规律将其归位，幕后就能打开了。不愧是太史丞。这些就是王才女的宝贝。你猜呀？猜什么？那还用我讲？怎么是你呀？怎么，又梦到先前那位凤玉娘子了？不许胡说！平白无故的玷污别人的境遇。哎呦，这就舍不得了。我已经致仕了啊，别来烦我。
这次不让你试毒，帮我查查这些都是什么东西。行，放这儿吧，赶紧走吧。我什么时候能喝到你的喜酒啊？你呀，这辈子也别想了。你还不走啊你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把春梦，把它做回来。唉。某人把市面上能找来的类似的丝线都找来了，不过具体是哪一根，还得劳烦萧兄陪我试一下。是这个。手感一样，光泽都一样，应该没错。就是它。痕迹也一样。你们是在看手相吗？给我也看看呗。找到那根线了。看手相还能看出这个？丝缠线。这个我有印象。之所以叫丝缠线，是因为它以丝绕丝而成立性极佳，用在琵琶、阮弦这类乐器上做弦。不过民间多用长弦，只有富户或者宫里的教坊司才会用这种丝缠线。王才女先前就在宫中的教坊司。县主喜欢这曲子啊？我阿娘喜欢。阿爷出征时，她总在家里弹这首。这香薰的我眼睛痛而已。这首曲子是圣上去年命人为上剌节做的。太史丞居然不知道，萧某的确不知道，但刀王妃善弹琵琶，我幼时确实有所耳闻。是吗？我早就忘了。萧兄，我们来打个赌吧。查案是为真相，不是为分个高下。怕输给我就直说，大不了被我笑话。赌什么？赢的那个人定。你觉得是谁？这里用丝缠线的乐人不少，但根据那日的推断，身高在5尺7寸以下，手劲儿很大，走路时身体重心习惯在左方。现在他们都坐着，只这么看，我觉得应在那位琵琶郎君和唐琴娘子之间。县主先说吧。我赌那位唐琴娘子。夜晚的黑衣人看上去和这位娘子身形相似，她和黑衣人之间只差一双大鞋，仅此而已。重点是她的手，她所演奏的部分手指跨度大且速度快，她的手不但比别人灵活，还更大，想必操纵起纸片灵巧得很。照县主的所说，台上的乐人多少都有符合之处。我倒觉得那位琵琶郎君更有可能。那晚你们二人相识之时，他是右手发力，琵琶郎君左手按音。四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错哪儿了？错在我不该拖欠房租。继续。我不该偷吃客人盘里的菜，让客人发现。一盆鱼头豆腐从厨房到饭桌一共30步，你给人吃的只剩下2块豆腐，连汤都不剩，你倒是给人留一块鱼骨头啊！我那不是怕把客人给扎着吗？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知错就好，好好反省吧啊！哎，四娘别走啊！救命啊！啊！还好接住了。多谢官爷救命之恩。
小人复姓萨摩，名多罗。你是西域人？没错，小人祖籍迦兰，来长安有段时间了。各位客官，里面请。哎，客官到，客官到！来来来，客官里边请，我给你们倒茶去。四娘，他不是冲咱们来的吗？抓也抓不到咱呢，我们都从良了。再说了，他们现在抓人也得有点证据吧？要是真逼急了，我弄死他！我。茶来喽！各位大官人，请用茶。谢谢。上官姑娘小心烫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姓氏？您穿的衣服面料特殊，长安城穿得起的人只有2、3家。这2、3家当中，适龄女眷都已经嫁人了，还能在街上随意走动的，似乎只有上官家的紫苏姑娘了。哼，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耳尖可不算什么本事。皇兄说的是。哼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啊？半个月前，城西的皇室宗族办了一次100年庆，10里8乡皇室宗亲都去了，每个男丁都发了一根刻黄字的黄叶木发簪，以作纪念。哼。我簪子呢？在这里。我一时好奇，就拔下来看看。不好意思啊。手还挺快，做贼没问题，干正事儿，哼，不行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更适合做个屠夫，而不是仵作。哎不，你这个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裙角和鞋帮都泛着油光，腰间和颈部有勒痕，从位置判断应该是屠夫系的那种围裙。寻常屠夫虎口才有茧，而他食指外侧和拇指内侧有茧，只有常年使用柳叶刀的人才会在这种位置有茧。那就只剩下2种职业：商医、仵作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仵作，而非商医？你身上有防腐膏的味道，商医要防腐膏干嘛？这位妹妹姓谭吧？我跟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，非常敬佩他的技艺。眼力、见识、分析能力都还不错。那我现在只想知道，你之前作为顾问，为大理寺也断过不少案子，为什么会被驱逐呢？各位官人请慢用。你但说无妨，既往不咎。宣为大将军府时期，我在现场一时没忍住。哎，谁知道那是大将军凯旋归来，皇上御赐的点心啊！笑什么？我一用脑子，肚子就特别饿。哎，本来还可以靠断案赚点外快贴补生计，打那以后，我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吃饱饭容易，只要你肯为我做事。对不起，请恕草民拒绝。为什么？他的官靴看外形和款式产自于汴州，他自称是大理寺的官员，可是他的腰扣是并州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从外省调来长安办案的。当下只有诈尸案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事关兵部、三司都觉得是烫手山芋，想往外推。我一介草民干嘛往这种事情里扯啊？所以我还想多活2天。开个价吧。哎，钱我很喜欢，但我更想好好活着。500文，痛快！感谢各位官人的抬，小人笑纳喽。不好了，度量员暴毙了！啊？什么？跟之前死的那2个人一样，中的是一种毒，只是剂量增加了很多倍。把人给我带回去，我要好好的查验查验。什么？带回去？不可呀！我家主人那可是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呀，你们不能对他的尸身这般糟蹋呀！罢了。近日可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？有，确有一事。昨日我家后院厨房曾被人闯入过，当时就把厨房里边的米面蔬菜全都给扔掉了，怕的是有人再投毒。
与我家主人不利呀。如果只是在食物当中投毒的话，应该大家都有事，不可能死的只有窦良元一个人。老伯，能不能带我去厨房看看？啊，好。杜侍郎，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？杜侍郎，你标兵千古，功在千秋啊！孙志伟打别闹了，你这一去，不好意思，让朝廷怎么办？皇上怎么办啊？装活人简单，装死人也容易。装不活不死的人就难了。嗯，等等，你知道人身上哪部分最柔软吗？哪里？眼睛。可是他闭着眼呢。哦。终于肯醒了。拿下！是。闪开！退朝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现在是政事混乱时期，陛下发脾气也是自然，更何况是皇家金库失窃这样的事情呢？皇家金库失窃案迟迟未能告破，为何不让大理寺接手呢？大理寺另有任用。皇上让大理寺去管东水村的瘟疫，听说那村里的瘟疫闹得厉害，接二连三的死了不少人。看来这大理寺的日子要不好过了。不光是大理寺，这危机若处理不好，这朝廷就成百姓的笑柄了。唉，时局纷乱，各自珍重吧。来人，酒呢？都多长时间了，把人当空气啊？人呢？来啦，来啦！恭喜李少卿，贺喜李少卿！恭喜啥？成功破获皇家金库失窃案，追回赃物，皇上龙颜大悦。捎你些什么好东西没？当然没，这本就是大理寺分内之事。我怎么听说皇上当朝就赏赐了？有我们家萨摩一份吗？一个小玩意儿，他留着没用。哎，你别给我来这套啊！案子是你们一起破的，赏金见者有份。头晕。哎，你少装蒜。哎呦，不行！李少卿，我希望你不要来这套。这个，今天我先回去，那个改天再喝。
每次都这样，可以有新招吗？这个我没喝的，这个就退了啊。哎，我说你这人，东西落这儿了。那就是御赐的，归你了。想什么呢？伽罗圣殿，唯勇者居之；圣火清凉，唯勇者御之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看这玉佩，棒啊！难道这流芳跟嘉兰还有关系？陆尚书，您实在太客气了。理应是下官奉上好茶，请您才对。李少卿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之上，何必拘泥礼节？今天在我这儿，不谈官阶，只论兄弟。请，我来。恕陆某直言，六部下9寺5监，我最欣赏你们大理寺的行事做派，区数月屡破奇案，陆某实在佩服。尚书过奖了，若有需要在下效力之处，还请尚书明示。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，这个人现在就在长安。报，尚书大人，大理寺黄三炮有事禀报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小人见过陆尚书，公务紧急，还请陆尚书恕罪。无妨。是。老大，有案子，我们得走一趟。在哪儿？广云山，宝苹果。大人，全城搜了一遍，没找着人。偌大的长安城，你们2天就搜遍了？你们左侯卫就是这么办差的啊？继续找。是。最近朝中不太平啊，兵部的陆尚书和左卫大将军针锋相对，明里暗里拉拢各派势力，朝中百官人人自危呀。他们也找您了？尚书找过我，一直想试探我对诸位朝臣的态度，为什么又不肯明说？我看他恐怕是掌握了什么证据，否则绝不敢贸然出手啊。他也找过李少卿。哦，少卿，陆尚书来访。请他进来。李少卿，陆某不请自来，冒昧了。陆尚书，不知此次前来有何贵干？来了解王延案的进展呢。荆州府统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兵部理当过问呐。以王统军的军阶，你们应该素未谋面吧？陆尚书，您真是有心呐。陆尚书，大理寺的特别案件，在未审理之前，都需要保密。哦，属李某，无可奉告。哦。
打扰了，那本官先告辞了。李少卿，请留步。2天前，兵部陆尚书弹劾左卫大将军黄显忠，说他通敌叛国，而昨日，大理寺又奏请以诬陷、谋杀2罪捉拿陆尚书。你们2人乃是朕以为柱石之人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朕实在是颜面扫地。所以朕希望你们今天都说实话，在3司会审之前，让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臣有罪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陆尚书，你说黄将军通敌叛国，可有证据？这是一份已经画了押的供状，是黄显忠心腹手下孟云供出来的，上面详细的记录着6年以来，黄显忠与东突厥使者秘密接触，接受巨额的贿赂，出卖大唐军事机密的事实。臣知道空口无凭，臣已经把证人带来了，孟云现在就在殿外。宣他进来。传孟云觐见。草民孟云，拜见陛下。孟云，这供状是你亲笔所写，签字画押的吗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是黄将军什么人？我名义上是将军府的书吏，大概6年前开始替他处理机密事务，但据我所知，在那之前，将军就已经被策反了。因为从8年前开始，他就率领部下在边境与东突厥作战，实战时核，长期驻扎，和敌国细作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，逐渐被渗透。你要朕相信你说的话，可是要有实在的凭据啊。回陛下，有，这是从去年春天起，东突厥特使阿史那多莫送来的3封密信和2次交易的酬金礼单。朕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留着这个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要向陆尚书供出黄将军？陆明请罪。臣是在3个月以前抓捕策反的孟云的，严刑逼供，才拷问出了真相。一派胡言！陛下，好了，陆尚书，我们听听大理寺的人是怎么说的吧。各位，陆尚书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成立的话，一个基本的条件是，证人孟云真实可信。但如果我们面前的这个孟云，他根本就不是孟云呢？什么？黄将军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孟云有一个长相相同的孪生兄弟孟昭吧？8年前，他随同您征战东突厥，可是军中的一员大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位到底是不是孟云？如果看脸认不出的话，还可以看手吗？孟云，他是一介书生，可这双是我刀枪的手，所以你是孟昭，是陆尚书找你来假扮孟云做伪证的。萨摩多罗，你是怎么知道2兄弟的事情？还有，何人为证？请陛下传证人秦隐。8年前，他曾是黄将军帐下的军师。传秦隐觐见。叩见陛下。秦隐，萨摩多罗的话可属实？回陛下，萨摩多罗所说句句属实。当时黄将军从军中挑出一支武艺高强的先锋队，孟昭就在队伍当中。他的确有一个孪生弟弟孟云留在长安，未曾投军。陆尚书，陛下，臣，
陛下，这秦隐不仅是指证孟昭的证人，我们还通过他查出了宝平谷连环凶杀案的原委。快说来！这几桩所谓鬼谷阴司的案子，都是孟昭在陆尚书的帮助之下完成的。至于陆尚书为什么要帮他，是因为二人达成了协议，让孟昭假扮成孟云做伪证，以叛国罪扳倒黄将军。至于孟昭，他为什么要制造宝平谷的惨案？因为他要复仇。复仇？为什么事情复仇啊？那是7年前的一件军中密事，我们不眠不休审问了秦隐3天2夜，他才把事情说出来。这便是秦隐的供状。当时大唐和东突厥打了1年，战事焦灼，边患不断，于是朝廷秘密授意黄将军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潜入敌国，暗杀竭力可汗。但行动失败后，先锋队被俘。随后大唐却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，因为暗杀手段太过阴毒，一旦承认，便有损大唐国威。此举对于将来和邻国的关系也是一个隐患。那些参与行动的将士们都……唯一一个活着逃出来的人，便是孟昭。所以孟昭的复仇心情情有可原。在宝平谷误入阴司的3个人，都是孟昭的复仇对象。王统领作为当年的指挥官，见风使舵抛下了部下，而秦隐是那次暗杀行动的谋士。至于张大福，当年也是先锋队的队员，后来假装负伤中途退出，最后还平安退伍。所以，孟昭设计地狱阴司的用意很明显，他就是要审判这3个人。而他最后一个复仇对象，就是黄将军，因为他是当年那次行动的最高负责人。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一切要从作案手法说起。受害者们都在熟悉的山路上莫名其妙走进地府，事后在原地却都找不出问题。这是因为凶手们紧挨着原路挖了一条等宽的岔道，再用同样的山石和植被做伪饰，引人走入岔路。借助烟雾，各种假扮的鬼神就忽然出现。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。受害者先被审判，后被杀死，然后丢在悬崖上，胸前呢，就放着阴司的鬼符。那凶手为什么要选择在宝平谷呢？还有，这阴兵借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所谓阴兵呢，只不过是一种天气现象。这宝平谷就是一个口小肚大的平状山谷，从入口处吹进来的风就会被聚拢、扩大，就好像瓶子里吹气一样。在具备特定条件的夜里，岩壁上被反复扩大的风声、雷声叠加产生震动，就出现了类似战场厮杀的嘈杂怪声，让人联想到阴兵借道。凶手借此模糊焦点，误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冤枉啊！他们血口喷人，你们有证据吗？陆尚书正好收到证据，我们重新走访了村民，重审理证。据他交代，2个月前，大概是在6月中旬，他们接连多日看见士兵从长安方向来到宝平谷，并且隐约听见开山动土的声音。随后被下了封口令，胆敢外传格杀勿论。根据宿卫营的记录，从6月15到6月底，陆尚书前后8次抽调过左后卫3个小队外出执行任务。照这个人数和时间，足以在宝平谷修出条假路。陆尚书，这算不算证据呢？我派遣士兵是为了搜查孟云，我抓捕了他，拷问了他，但是他跑了。为了抓他，你甚至不惜制造假疫情，想让长安封城，以便瓮中捉鳖。找一个孟云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就是因为抓不到他，找不到他，我就没有证人呐，没有证人，所以你就承认他是假孟云了？证据还有，陆尚书，你酝酿弹劾很久了吧？最近终于要出手了，所以你在朝臣中走动的尤其活跃，明里暗里的拉关系，无非是想让更多人站在你这边。但秦隐死里逃生是个意外，你们没有想到，而他又知道太多内情，很可能会认出孟昭。为了确认此事，陆尚书特地把孟昭打扮成随从，带他来到大理寺，以询问案件进展为由，见到了秦隐，发现他确实认得孟昭。之后，孟昭就夜闯客栈，来到秦隐房间，想对他下手。幸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夏魔和秦隐就躲在院角，
亲眼目睹了孟昭翻墙的全过程。没错，我就是孟昭，是我替袍泽兄弟们报了仇，是我审判了他们，他们每个人都该下地狱。来人！只可惜，你还活着，黄将军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士兵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还喝了你的壮行酒。但天下人不能不知道我们为何而死。你知道，朝廷知道，太上皇知道，你们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？为什么？陛下，臣……行了，除了陆明还有黄将军，其他的人都退下吧。草民告退，臣告退。陛下，臣……陛下，臣……黄将军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你不必自责。你的病刚好，先回家休养吧。啊，谢陛下，臣告退。谋杀、诬陷2罪并罚，丢光了朕的脸面。朕的身边不需要你这种乱臣贼子。陛下，行了。陛下，陛下。大理寺真是坏了我大事，陛下对李治信任有加，主上对此非常忧虑。属下明白了，你且放手去做。必要时，是否可以？那就要看他离我们有多近了。如果顺着某个案子摸过来，就别再犹豫，杀！遵命，属下明白。远山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我也要去。别听了，你们看家。我非要去。我也得去。没钱啊，四娘。慢走不送啊！畏罪自杀了。把霍萧拿下！凶手就是霍萧。有件事，我要提醒你们一下：杜远山贩卖军械的事，不单单是走私的问题。我在暗中调查过，就算他再天才，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把商会开满全国。这一定是有人跟他合作，互惠互利。他们帮助杜远山建立商路，同时也利用他的渠道，大量输出我大唐先进军备。有关杜远山私贩军械一案，必须彻查。谁在背后跟杜远山合作，
他们又有什么目的？程烨，在，你们特别案件组能接手吗？交给我们了。父亲，要将事情始末原本禀告陛下吗？你来设想，若然，结果会如何？往坏了想，免不了要受斥责。再者，不知皇上会不会怪罪吐蕃国君？怪罪我们倒是轻的。若是圣上真的施为于吐蕃，那一方百姓的日子可就真的难过了。那父亲预备如何？尊重吐蕃国君的意思，呈送普通猫眼石，将详集猫眼石和罪犯的意志罪状一并交给吐蕃国君。至于罪犯本人嘛，找个理由交给大理寺处决了。是。你又想搞什么鬼啊？哟，你其实早就发现了真相，还嘱咐双叶别跟我们说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当初在密林中，这个气味好熟悉啊！我闻到那种香味时，就感觉不对劲。后来那怪声一听就知道是迦兰蛇师的赋予术，类似你们中原的传音入密。随后在不周村的村口，那2尊蛇形雕塑的技法也源自于迦兰国。从长安远，咱们进村什么都没说，对方就知道我们来自长安，来找巨蛇，可见那个蛇师与他们有联系。随后，双叶在房中发现的黄蜡藤，那是缓解麻风病痛的常见药。沙袋蛇是迦兰国独有之物，月下的拜祭仪式也源自于迦兰。由于忌惮蛇师，我不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我就让双叶去查，同时让小白鼠携带密信连夜下山求援。他被蛇咬伤，也是不想打草惊蛇，为我们争取时间。村民虽然落网，可能蛇师还逍遥法外，咱们一定要小心。听四娘说，你最近经常做噩梦。四娘太抠门，最近伙食太差，吃不好做噩梦，听过没？别太焦虑，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你喝酒了？说话怎么那么肉麻？少喝了点。哎，你是哪国人来着？迦兰早已亡国，一夜之间背井离乡，流离失所。如今混在长安的，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了吧。那哪天遇到故人，别忘了跟我打声招呼。干嘛？你要请喝酒啊？故人是你的过去，你在这儿只有现在和未来。我不管对方是谁，有多少人，谋多大事，只要他敢对你起祸心，就别想活着离开长安。天色不早了，睡吧。以后少喝点吧。凶手已经查明。很好。不过，一定要切记，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对上官家的声誉也会有所影响。我自然明白。过2日有支前往波斯的商队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把盘缠备好，让他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。
案子都破了，官爷还有啥不爽的呢？破与不破没区别，没什么区别。本来应该是震惊朝野的大案，被生生唬住，居然说怕动摇国本，可笑至极啊！一国之本若如此容易被动摇，那我们还要建功干什么用？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，可笑，可笑至极。禀少卿，都准备好了。你们先出发，依计行事，多留神。今天估计要等到子时了，不许偷懒。是。来了。禀四卿，我带人按照林白的路线图去查看过，发现有安营扎寨的痕迹。把你的意思说清楚。就是说，有军队驻扎过。啊！根据兵部档案，大唐从来没有府兵经过那条山路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辟出来的。情况很明显，有敌军潜入驻扎，窥伺长安。是不是他们来了？谁啊？少跟我装傻充愣！那些迦兰国余孽！你声音再大点儿，全樊氏人都听见了。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除了他们，谁还能把你吓得魂不守舍？晚饭放着鸡腿都不吃。不饿。少来。是不是他们我还不确定。不过如果是的话，一场浩劫在所难免。该来的无需躲。有人找你叙旧，我请酒。想搞事，老娘剁了他下酒。鸡腿放这儿了。迦兰，余孽。陛下，这千年太岁乃是突厥可汗的长子阿史那都进献，臣弟借花献佛，恭祝陛下万岁，龙体圣安。
好，好，好。这样的宴席着实让人烦闷。你大可不必来。陛下，臣弟已命人将太岁给您取来，还请稍后。今夜正是客，一切听主人吩咐。陛下说笑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李飞白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什么事啊？不必惊慌，慢慢说。是陛下。王爷，张夫人她……张夫人又怎么了？她被千年太岁杀死了。替本王查案吗？只能劳烦王爷派人盯紧每一个赴宴之人，因为能在王府中自由走动、不受约束的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去，照办。李少卿，请恕素衣瞒报之罪。昨日王爷将他送回别院后，王妃就悄然离去，再也没有回过王府。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敢说谎，李少卿会把你关到牢里去。素衣绝对不敢欺瞒李少卿。昨日宵禁之前，王妃找我借了套衣服，说是要去西市一个叫什么七贤的客栈，这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女子和一个突厥男人在房中大吵大闹，折腾了一晚上。之后他们二人还出去过吗？那个女子争执过后就独自离开了。令长史，你是查到什么了吗？回李少卿，飞白从素衣口中得知，王妃有一个腰坠，一直舍不得离身，但如今却留在了梳妆台里，此事略有蹊跷。这玉坠有什么来历？玉坠是王妃出阁之前便有的，花纹特别。有什么特别啊？一看便是突厥之物，而且阿史那都也有一个。令长史跟突厥王子关系很好吗？我二人此前算是点头之交。他被捕之后，吉隆可汗震怒，派10万大军驻扎我边境，逼大唐交人。倘若不交出突厥王子，他们便要派兵南下。这案子再不破，恐怕两国交战在所难免啊！萨摩，我们一起重回命案现场。来人呐！本王没杀过人，快放我出去！云舒，你放心吧，待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我就去找你，把你带回突厥。我们此生再也不分开了。王子，您的饭来了。最后一顿，吃了吧。滚！出去。那您喝点水吧。
令长史，想不到你还是一个会操纵重置的伽罗师啊！我查过了你的通关文牒，你是近几年才从外域来到长安的。你的通关文牒上写了你来自柔然国，但你根本就没有柔然人的生活习惯，你的文牒是假的。你是迦兰国的人吧？萨摩多罗，别忘了，你也是迦兰国的子民。你忘了，咱们的国是被谁灭的？咱们的家又是被谁破的？啊，是大唐！难道你就不想重建迦兰吗？没有国，我们一个个的全都是无主的游魂。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动力，就是重新振兴迦兰国。人早晚都会死的，与其在灭国以后苟且偷生的活着，还不如为复国大业而亡。那我问你，你复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迦兰逝去的子民，为了在战火中亡故的大哥和母亲。那你这不是复国，是复仇。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在迦兰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也记得，我躲在柴火堆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人在眼前逐渐消失。没有人会比我更痛，也没有人会比我更恨。我常常在想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仇恨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所谓的复国，就要去杀掉别人的母亲和大哥吗？就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像我一样的孤儿吗？你问我恨吗？我当然恨，但是我更痛恨战争，痛恨一切打着国家名义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。林大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吗？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我只恨大计未能如愿，天佑迦兰！拉下去斩了！
启禀国师，令肥白折了，验明正身，即日处斩。这个案子还是萨摩破的。正是，若非他从中作梗，大唐和突厥已经开战，这个人必须处斩。愚蠢！萨摩是一颗棋子，没有他，复国大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。只是萨摩天资过人，精明狡慧，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。我做了这么多，就是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毕竟，萨摩是伽罗的王子，也是我王唯一的血脉。灭国时，萨摩还小，不记事，只知道自己是伽蓝的子民。若能复国，继承大统的人也只有他。愿诸神庇佑，让萨摩耶早日觉醒，燃起心中的清凉圣火。不知陛下急召微臣，所谓何事？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如今正值采选之际，那掌管采选的总管罗德海却在昨夜暴毙。什么？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此事万万不可声张。这次召你进宫，就是想让你低调彻查此事，争取早日水落石出。微臣遵旨。那造谣的太监已经被杖毙，现在唯一的目击证人也没了。小太监出现的时间太巧了，有可能受人指使，故意透露这个假消息。我们在罗德海的衣服里发现他的受贿名单，名单上都是此次参与采选的人员。他们应该是想为家中女眷争取名额。罗德海正是掌管此次采选的总管，贿赂他的确是条捷径。你是怀疑是名单上的人作案？有这个可能。这么多人，那咱不会挨个查吧？都在这呢。那件案子有进展了吗？子苏，你进宫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暂时搁置了。这次参与采选的姑娘全被退回去了。退回了？是啊。听说罗总管为采选受贿，陛下为了肃清后宫，就把采选取消了。哎，玲珑，别走，别走，听我说嘛，玲珑姑娘，采选取消啊是好事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呢。啊，走走走，哎呀，玲珑姑娘，玲珑，明日我就上门提亲去啊，把彩礼给你送过去，等着我啊。走走走。这什么人？这不王麻子吗？本名王进，爹有钱，就没学点好，天天往漂亮姑娘身上蹭。这位玲珑姑娘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哦。哼，啥新鲜事儿都有。第一次听说采选取消。是啊，姑娘们都不用进宫了。还看呢？再看，老子被你看穿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担心这是个梦，这梦醒了，他就要进宫了。哎呀，是不是梦？不是，你见得很真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给我吃好吃的去。哎，不过子苏要真的进宫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拦着他的。拦着干嘛？
你可以去陪他嘛，给他当厨。哎，不，你太狠了吧你！哎，对了啊，案子破了，你以后是不是得高看我黄三炮一眼？我发现你有个优点。什么？人长得丑吧，可你想得美啊！萨摩多罗，别让我抓到你！我打！你来啊！我打！哎，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操了天谴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就不怕遭了天谴？怎么会遭天谴呢？稍安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呐。此事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。不用还价了。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，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，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雇了武师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
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又在偷懒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做梦吃烧鸡呢。又想躲着不干活啊？我说4年啊，我刚眯一会儿就被你骂，我都不想干了，怎么了？啊，给你干活你又发不出工钱来，我何必苦着自己？翅膀硬了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待1天，我就得用你1天。于总，你走啊！想走那天自然会走的。怂了是吧？少给我在这儿装蒜！地擦了，碗洗了。地擦了，碗洗了，擦地洗碗，我还不如要饭去呢。我听说东边新开了个赌房，是吗？前天老王狠赚了一笔。行行好，省点吧。走，赶紧去看看，咱们去吃东西哪值这么多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拿2个竹子。程翔，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眼下北方边境失利，百姓饱受战火荼毒。二位以为此事当如何处理啊？萧某以为应以民生为重，主动出击，驱除外敌。眼前敌兵虽然活跃，但只是小股分头势力作祟，若能个个击破，那无异于断敌方之手足。萧公言之有理，敌方虽然大胜，却也是元气大损，正骄且躁，而我军恢复速度远快于敌方，此时出兵快攻，当是良机呀。二位大人一向都是主战派，可是此种战法需要我军精兵能稳定发挥实力。现在是新帅带兵，士气如何尚不可知。他若贸然出战，恐怕是要吃亏呀。只怕假以时日，敌方亦已养精蓄锐，更加难以对付了。如此，明日议政时将此事禀告陛下，与各部共同商议。好。哦，对了，今日上朝时，太傅寺少卿侯南无故缺席，二位可知是什么原因呢？不知。吕延忠也未见踪影。谏议大夫吕延忠称病告假。父亲，上官子苏见过萧詹事程普业。什么？我等先行告退。此事当真？确认无误。这侯南不掌太傅寺实权，有谁又有什么必要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？彻查此事，以防节外生枝。是。另外，增派人手，保护好谏议大夫。吕延忠，他2人干的那些勾当，程普业不是马上要查清收网了吗？涉案人员都在地方上，也不至于。先按我说的做。是吧？客官慢走啊！子苏姑娘，喝杯茶压压惊。哎呀，都在呢。哎呀，你们真是不知道，那个谏议大夫吕延忠。子苏姑娘，我这刚说到吕延忠，我没说什么龙毛区啊。算上你这次呢，他已经是第4遍听到别人跟他详细描述那个吕延忠的死亡惨状，听一遍呢就得上楼狂洗1遍澡。照这个架势，
现在是不用听完就得上去洗了。我知道了，程同的独子程孝和于1个月前在北部边境战事中战死，侯南和吕延忠都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。哦，他这么做是为儿子报仇？子苏，当时就这么2个人主战吗？还有一个人，萧胜官人也是在那一役中立主战的，不过他平日与程同关系挺近，或许是这个程同才放过了他。不好说。你们最好还是去萧家查看一下才好。我们分头行动，萨摩3炮和子苏去找萧战士，我先去城府捉拿程同，一会儿跟你们会合。好。李少卿，这里1个人也没有。没有。再搜。是。城府把我家主子请去了。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吧？不好，萧战士有危险，应该是被程同抓了。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老大知道。怎么了？老大表面上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其实萧战士在他心里比他父亲都重。万一出事，老大非疯了不行。那就更不能瞒着他了。要是咱们因为顾虑耽误了营救，他会恨咱们一辈子的。3炮啊，有个事要辛苦你跑一趟。程仆偃，侯南、吕延忠结党营私、买卖官职一事，你都查清了？查清了。他们2人早晚要死，转交刑部便是了。你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此毒手？朝廷处置是法，你动手是罪。这一点，你不清楚吗？这是犬子赴战场前留下的诀别家书，其中详述了正确的作战方略，也写进了他赴死前的不甘。在原本可以不死的情况下，因不懂战略的文官贪功，不得不舍命冒进。他心中该是怎样的滋味啊！拿到这封家书的时候，臣甚至不敢想象他赴死时的恐惧。所以你才下此狠手。是，臣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谋杀他们，不过是想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明知要死却无力回天，只能等着死亡一点点逼近的恐惧。你既然心中有恨，为何现在在边防事务上仍是立主战呢？以当前的形势，立主战的方略是正确的，况且这也是犬子的遗愿。卑职此次前来，是想打听嘉兰复国案的调查进展。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我有个手下叫萨摩多罗，刘侍郎可曾听说过？听说过。怎么？卑职听说萨摩与此案有些牵扯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萨摩其人，头脑极聪明，断案是一把好手，只是性格乖张怪癖，确实得罪了不少人。但我以性命作保，萨摩绝不会涉案。李少卿不必担心，只要他底儿干净，我绝不为难他。那卑职多谢刘侍郎。李少卿不必客气。这个案子查了大半年，结果让我不寒而栗。一场风暴转瞬而至，咱们都自求多福吧。
刚接到线报，上官府外有可疑人物出现，疑似纵火犯，咱们要不要布防？哦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就在今晚了。时间到了，大家准备。哎，怎么没找我呀？啊？这柴府的结构如此严密考究，和前两家差不多。烧过之后，房主房梁依然如此挺立。这木材应该是从凉州选来的金丝楠木，十分坚固。我家的房主房梁就不是这个样子，当初肯定不是同一个工匠所建。萨摩，要小心点儿。双叶不在，你要是死了，可没人给你收尸啊！你们少咒我啦！你不能这么对我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你以为我为了这些吃的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哦，那你看我这。其实你这么对我没用，我这个人呢，思想特别简单，真的，跟皇上有关的事情我死都不想碰。我没让你管。哼，说的多好听啊！当年我就吃了一点御赐的点心，多大点事儿啊！知道那次我挨了多少板子吗？我挨完了板子，下着个大雨，我还被推回去，我发烧整整1个月，你知道吗？人都差点残废了。要不是当时四娘仗义相救，我这条小命都搭进去了。哎，那狗屁皇宫还不如一把火烧了。啊！女儿，找什么呢？哪儿来的？爹爹，我查不到关于他的记载，这鬼面到底是什么呀？等一下。这上面记载着，这个鬼面是随臣杨素所造，似乎与传说中的杨宫宝库有关，里面有金银珠宝、书册画卷、各种神器，不论是宇文化及，还是杨广，亦或是高祖，乃至当今圣上，都数次派人四处找寻，但因当年宝库线索被杨素分别交给了杨家、宇文家、外御医家，还有北齐后人高家，所以迄今为止，始终没人能将所有的鬼面找齐啊。若真的找到杨宫宝库，这宝库只能姓李。女儿明白。真没想到那道士会死在第2棵鬼面树下，意料之中。这块玉牌是我在那道士的草席底下找到的。外御医家。
这个形状好像跟玉牌很像。三毛，把你的玉牌拿出来。似乎不同姓氏的玉牌排列组合后才能开门。进。我过来之前，已经通知我爹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今日所见，告诉李治他们，一定要保守秘密。里面不是还有很多宝藏吗？不可多问。若只是财宝也就罢了，这桩案情牵扯到嘉兰复国的阴谋，若有牵连，粉身碎骨。哭了？哭什么啊？酒壶啐死！你们俩的孩子多大了？说什么呢？真闹傻？你是疯了？滚！他可是要密谋复国，跟他走得太近，你会粉身碎骨的。离得太远，生不如死，碎了也罢。启禀国师，冯阳已被押送天牢，即日出战。可惜，他也算个忠臣，安排个人替他收尸，好生安葬。遵命。所有为嘉兰献出生命的义士，
咱们都不能忘。复国之后，要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。进贡的时机终于到了。李世民，待杀进长安，我一定要亲手剥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可萨摩还在城里，怎么保证他的安全？我早就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个人。国师英明。传令下去，此时3刻，全军整装，向长安进发。遵命。感谢上苍，终于让我见到了这一天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喝闷酒？思春啊，唉，想家了。想家了就回去看看。去哪儿啊？那儿早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你也忙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想去哪儿，你随意。怎么了？想撤火啊？你不累吗？就没想过休息吗？你少废话，有什么事直说。